大家好，开头我先声明一下，不要神话，我和大家一样，我也是众生里的一枚。我发视频只是为我自己，我不高尚，我也不慈悲，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慈悲，大自然才是慈悲。我也不度众生，恰恰相反，是你们在度我。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镜子，可以让我照见我自己。人能看见万物，唯独看不见的就是自己。修行就是把目光转向自己，里面有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至于我发的东西有几个人看，几个人点赞关注，那是宇宙的事，我只做好我。有句话叫耕耘不问收获，功成不必在我，就是我只管种地，打多少粮食那是老天的事。下面呢就继续讲我的修行的故事吧。带上这个故事挺好，故事就不要说真实性，真不真也不在乎，在你们怎么看。我是个卖西瓜的，我说甜有什么用，对吧？话语权在你。我是从佛教入门的，也算是第一个台阶吧。可以说我对他是又爱又恨。我爱佛，但我不说了。从疫情开始，我买了很多佛经，真认真的研究过，里面有三界六道，这些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。到底有没有，咱也没见过，即使以前见过，现在也不记得。这些东西从2000多年流传下来，一定是有其原因和机理。但是《法华经》里描述的就像是外太空，就和科幻片一样，我总是半信半疑。就那个佛教成就那本书没有卖，大家也没必要买。里面还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有水结晶的图片，我就买了《水知道答案》这套书。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说，水是有灵性，可以读懂人的心思，感知人的意念。还有什么3碗米饭的试验，后来我还搜了舍利子，各种颜色都有，且特别的坚硬，都是修行者留下来，科学解释不了。再后来就是濒死体验这方面的案例，看了很多，大同小异吧。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博士做的实验，就是他在医院的重病房的病床上方放一块木板，木板上放一些小物件，别人是看不见的。当被抢救过来的病人有过濒死体验，就能准确地说出木板上放的东西。还有新闻报道的是一个7、8岁的孩子，记起来他前世的地方和亲人，他父亲还带他去了一趟，相隔1000多公里吧。这孩子会说那个地方的方言，认识他以前的女朋友，大概意思吧。后来还看了李思聪的手指识字的实验，几乎是全部视频。也有讲座，这个是给我信心很大的，建议小白看看。还有就是会60多项特异功能的孙楚林，可以用手抱爆米花，用意念移动物体，让煮熟的花生发芽，因为它可以和花生对话沟通。以上这些资料让我相信了，真有一个我看不见感知不到的世界。至此我的疑惑消除了。虽然一再对这些东西辟谣，但我全当是屁话，我谁都不信，我相信我内心的声音。那个说他们是骗子，我倒想问问，骗了你什么了？没有利益谁会去骗？总有人怕你知道真相，到底谁才是骗子？真是笑话。再后来是双缝干涉试验，
量子纠缠，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心。以上所说的都是机缘巧合的看到，因为我在这方面特别要求逻辑严谨，不能有半点牵强。如果大家有和我当时一样的疑惑，可以自己搜一下以上的这些资料，我就不讲。尤其是小白刚接触这些东西，虽然这些东西不能让你觉醒，但可以坚定你的信心，扩展你的视野。反正了解下没坏处，搜不到的或者有其他问题，可以评论区找我。看似无用的知识，其实才是有用的。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。当你懂得越多，你会发现你越无知，你会发现你之前知道的认为对的东西可能都是错。后来还听了杨宁老师的一些东西，有次还打算过去找他说是去闭关了，我也没去。不过我这跟谁学习都时间不长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就会有新的老师出现，因为我不停留，他们讲的都没有解除我的疑惑，理论上说的不透。对，还有那个刘峰老师，他讲的是维度，比较偏科学的吧，收获嘛也不是很大。就这方面我看过的书多了，买的也多，也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对我帮助大的、印象深刻的真不多。可问题是，一本书有没有收获，只有看了才知道，都是需要摸索。就光是灵修这方面的书，你不吃不喝不睡，8辈子也看不完。所以这就需要选择。如果你是刚起步的话，我倒是建议看看《前世今生》这本书，打个基础。但我不建议你看佛经，心经倒是可以了解一下，反正也就260个字。道德经也不错，就是看不懂是真，如果能看懂你就开悟。你说看注解的也不行，虽然很多人都在注解道德经，在讲道德经，但是没有人可以注解得了道德经，也没有人讲得了道德经。因为你没开悟，怎么能注解开悟人说的话？人家能了悟所有宇宙的全貌，知道它的运作模式和原理，我们连地球和自己都搞不懂，怎么去注解？而开悟的人是不会去注解它。这就像小学生在解释博士后的毕业论文，差的不是1、2个位词。即使你学历再高，懂得再多，也不过是这3维游戏里的偏见罢了。这里顺便提一下开悟吧，开悟就是你没有了自我，没有自我就没有了角度。佛经里也说过，佛看宇宙就像是看一个手里拿的东西，当然这是比喻，看也不是用的肉眼。开悟大概就是那个万有源头意识进入了你的身体，你的意识在1元，身体在2元，就是有理游戏，活在无理。这句话有点绕，听不懂你琢磨一下。也可以说用你清醒的意识进入了你的梦，你知道了它是梦，那梦里的一切怎么能伤害到你呢？你怎么会痛苦？时间关系，这个话题以后再展开吧。就这样吧，谢谢你看到最后。